郭德纲签完反三俗协议后，为何又出尔反尔？内部我吃了他们几十年的苦，我知道我让一步，那么我以及我的徒子徒孙们无立身之处。2006年，北京相声俱乐部举办了一场以李金斗、姜昆为首的座谈会，会议内容反三俗。这一天，德云社共派出4人参加，分别是郭德纲、于谦、李菁和何云伟。虽然最后郭德纲在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但事后多年，他在书中是这样形容当时情景的：掌声雷动，发言开始，各路英豪激昂慷慨，催人尿下。一位高个中年男子走来，向我冷笑：“好自为之。”我笑了，望着他们的背影，我转身走上另一条大路。从郭德纲的描述中可见，当时气氛火药味十足。这次会议之后，郭德纲履行承诺，创作了很多精良的相声作品。可是这种场面仅维持了2年，郭德纲就带着一段“我要反三俗”正式向主流开炮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左手一瓶酒，右手一只鸡，嘴里叼着烟，滋儿搂2口酒，啪嗒2口菜，噗噗2口烟，扪心自问，你反三俗了吗？我别问了，就这3样就够我忙活的了。郭德纲明明是支持净化相声环境的，为何却出尔反尔了呢？这一切主要与侯耀文的去世有关。侯耀文在世时，同行们虽然不喜欢郭德纲，但也不敢轻举妄动。但随着侯耀文去世，大家对郭德纲的打压愈发猛烈。先是偷艺风波，引发著名一时的天津砸缸事件，然后是张文顺去世、侵占绿地事件等等，让郭德纲在相声界的处境愈发艰难。你说你上我们家开东西，让我东西还是很没场，还是两手黄瓜。干干！有认识的应该还说一声吧，有种就录我的东西，有能力就用我的人，一个你我面目活，你一个我，你的行市就大了。俗话说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在同行的不断打压下，郭德纲决定奋起反抗。即便和平共处这条道走不通，那就看谁的拳头强。就这样，郭德纲撕毁反三俗协议，正式与主流宣战。经典的我字系列作品和你字系列作品，就是在那个时候创作而成。看北京大爷是如何评价郭德纲的。郭德纲会推豹子吗？不会。郭德纲会种水稻吗？不会。郭德纲会打仗吗？不会。他会什么？他就会说这点下三滥的东西，但是他又能卖票，你看说明了什么？当今的社会极度包容。大爷认为郭德纲的相声很多都是伦理哏，只适合在澡堂茶馆里面说，不适合到北展这种大型剧场演出。至于郭德纲的相声为何没被官方点名，主要是没有违反什么规定，只是影响不好。另外，关于德云女孩起哄过嘴瘾的行为，北京大爷更是言辞激动地表示，如果我的女儿去看郭德纲的相声，并且说那些黄段子，当场就给2巴掌。这位北京大爷虽然看不上郭德纲的相声，但却承认对方的才华。喜欢听是因为郭德纲虽然没学历，但他算个文化人，他有文化，对吧？他说过书，看过戏，学过相声，你知道，他做过科，嘴皮子又好，脑子又好使。这位老大爷对郭德纲可谓是又夸又贬。自从郭德纲出名以来，雅俗之争就没有断过，甚至于到现在，郭德纲都不愿谈及雅俗相关的问题。姜昆提议的文化相声确实有利于净化相声市场，但是不利于相声的传播。虽然说侯宝林将相声带上了人民大会堂，但他本来就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，想要繁荣，必须要带点民俗的东西，不然有更高雅的舞台剧、音乐剧、话剧等等，大家凭啥愿意来看相声？你像那姜昆那什么玩意儿啊？学的学不会学，办不会办的，就会这点贫了吧唧的。什么叫三俗？你不沾点这个民俗的东西，老百姓不接受。不可否认，侯宝林、马三立，甚至是牛群、冯巩、齐志大兵等人的相声，既没有三俗段子，也很精彩。但是这样的作品1年又能创作几个？看现在春晚相声小品的落寞就知道了。另外，姜昆虽然嘴上说的反三俗，但他自己的一些作品中都带有伦理哏。比如说他和戴志诚的这段相声，什么破鞋、爸爸妈妈、儿子的，三俗程度一点不比郭德纲差。完了时候都摆在那儿，完了以后他在那儿总指挥，我是总负责是吧？在那儿负责。哎，爸爸妈妈你是那个灯光箱子，哎，妈妈您是那个服装筐子，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和喝水的缸子，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子。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相声想要发展，在保证质量的同时，可以带一点民俗的东西。就比如说2人转，大胆程度比相声还高。原来于谦真的没有吹牛。哎，整个娱乐圈、影视圈，我都是朋友。我整个相声界我都是朋友。不对呀，我就是相声界呀。对啊，但是您为什么跟娱乐圈交朋友呢？
众所周知，相声界分为主流和非主流两派，向来你争我斗，水火不容。作为非主流代表的郭德纲，更是遭到同行的一致打压。然而于谦却不一样，他不仅在德云社混得如鱼得水，在主流界也有一席之地。此前，于谦就不止一次的和曲协主席姜昆同桌开会。按理说，于谦作为郭德纲的搭档，势必会成为主流的仇视对象，为何于谦却能两路通吃呢？首先，于谦的师傅是石富宽，在相声界地位很高，有他做靠山，自然无人敢针对于谦。其次，和于谦的出身和性格有关。于谦是半路出家，但和郭德纲的野路子不同，他是跟着一些老先生学的，而且他和李金斗的关系不错。天天在我家，说句良心话，于谦这喝酒还是我给人带坏的，是吧？这孩子也老实，素质可不错，他有成熟感。于谦能拜石富宽为师，就是李金斗在背后撮合。别看现在石富宽收了很多徒弟，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他就宣布一辈子不收徒弟。之所以破例收下于谦，主要是架不住好友李金斗的再三劝说。于谦拜这个石富宽，也是您做的媒是吧？对啊，于谦是一个好捧哏的，相当不错，他呢怎么回事呢？刘颖、于谦这是一场。有了这些人脉，自然没人会去找于谦的麻烦。二来，于谦虽然是德云社相声演员，但他一直坚持与人为善，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一场相声界纠纷。就算是同行想找于谦麻烦，也无从下手。